我提前3天穿越八宝洲，成为典狱长，管制潮汐监狱，升级系统傍身。防御不够，我直接消耗杀戮点，升级6套；伤害不够，我直接升级7鸡蛋，消耗杀戮点，升级自己。一手花来万人敌。AI 典狱长很恐怖，真人典狱长更恐怖。每一种红金物资有特殊效果。那么请问哪个地图比我潮汐监狱的红还多？盾狗玩家，你这典狱长怎么还专门朝头打？鸟人玩家，这典狱长怎么还会射鸟啊？苏醒玩家，我勒个豆，这典狱长会磕秒！你们这些恶毒的蛆虫，我要将你们彻底碾碎！那一刻，全三角洲玩家都被吓哭了。一道红色数据面板突然炸响在脑海，穿成典狱长的资深玩家飞宇，竟被系统要求用杀戮点升级面具。更恐怖的是，杀戮点只能靠击杀玩家获取。前一秒还在偷典狱长屁股，下一秒成了被玩家追杀的典狱长。这场反转死局该怎么破？新世界不能没有钢铁秩序，群星必须回归轨道，罪恶接受审判。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内，混着铁锈味的空气，冰冷至极。飞宇捂着发胀的头，艰难地从地上撑起身子。周围环境昏暗，唯一的光源来自上方一道狭窄的通风栅栏。啊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沙哑的声音传出，飞宇微微一愣，看向自己的右手，右手肌肉充满力量感。这醒目的红色手套以及一身灰色的立领制服，给了他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身打扮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？正当飞宇疑惑之际，地下室门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飞宇警觉地看了过去，房门打开，一支穿着精锐黑甲的护卫队整齐地走了进来。报告看守长，渡鸦势力已经暂时镇压，请求下一步指示。话音落下，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。这是典狱长的亲卫队。我去，眼前的这队人他再熟悉不过。身为资深八宝洲玩家，飞宇几乎每次都会在潮汐监狱偷典狱长屁股，没少被这几个亲卫队杀死。他几乎本能般朝后退了半步，但一想起对方刚刚的称呼，飞宇猛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情：我该不会成了典狱长吧？抬起微微颤抖的手臂朝着脸上摸去，一个异物阻隔了他的手掌，那是一张白色面具。还没等飞宇继续震惊，下一刻一道红色的数据面板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。是否选择消耗100杀戮点，升级静默面容至 LV1，杀戮点可获得击杀玩家获得。这下好了，自己成了典狱长，还带了个升级功能过来，这下不得给那些玩家吓哭了。飞宇很快地接受了穿越的事实，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爽感。以前潮汐监狱虐我如狗，现在风水轮流转，玩家们的噩梦来了。飞宇拿起护卫队为首者胸前的对讲机，调到全频道，全体都有，所有活动立即停止。伴随话音落下，上方的监狱灯光在一瞬间全部熄灭，一层的囚犯们在狱警的驱赶下回到牢房。此时，飞宇缓缓从地下室踱步而出，步伐沉稳，白色面具在昏暗里泛着冷光。典狱长的威压初次展露，灯光全灭的潮汐监狱成了玩家的炼狱。飞宇手握满改 ASH12，30发5级弹上膛。第一个玩家小队已经出现在视野里，2个盾狗，一个哈吉风，送上门的杀戮点，他会如何收割？哈吉风刚吐槽队友怂包，下一秒血量直接清零，典狱长一枪瞬秒，打破游戏常规的操作，让玩家直呼官方暗改。更离谱的是，面对盾狗冲撞，飞宇竟触发了真人般的处决动作，一脚踢盾起追。这典狱长根本不是 AI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如今谁还能拦我？亲卫队紧随而后，队长眼力见十足的将一把满改 ASH12递到飞宇手上，里面装着30发5级弹。看校长，需要弹夹吗？飞宇头都没回，沉稳沙哑的嗓音传出：30发足矣。在地下室绕了一阵后，飞宇成功来到了1层，余光刚好瞥见了不远处的一队玩家，阵容非常典型，2个盾狗，一个哈吉风。哼，还是专门来找我的。飞宇冷哼一声，很快便带入了典狱长角色，恶趣味上涌，缓步朝着警惕的3人走了过去。我说你们2个能不能不要这么怂？我一个医生都 TM 快成前锋了。宋兰峰操控着哈吉风，无语地看着自己的2个队友，他何德何能给俩盾狗当上监狱护航了？小宋啊，盾最近刚被大消，理解一下嘛。对麦里传出2个贱笑的男声，宋兰峰一脸无语地提醒道：地图上有任务，典狱长还没被人放出来，你俩走快点儿，不要被别人抢先了。好嘞。正当3人准备前行过去时，后方突然响起一阵低沉沙哑的嗓音，声音虽小，但在安静的监狱内显得极为清晰，一股突如其来的窒息感顿时压在3人身上。闯入者，你踏入秩序之境，此刻止步，跪下！
你的终结将得以延缓。宋兰峰突然炸毛，手上键盘一动，控制哈吉风朝着身旁的掩体躲去。一阵划破空气的声音响起，宋兰峰血量瞬间清零。我操，柯淼！他下意识地爆了句粗口，连忙招呼盾哥：1号上去舔他脸，2号救救我！两个教官也并非新手，在见到典狱长的瞬间便做出了反应。2号直接朝着宋兰峰跑去，1号架起大盾横在了飞羽面前。痛苦是位严厉的老师，看来你们需要上一课了。飞羽低笑着向1号教官走去，并没有直接抬枪射击。他要干嘛？1号教官疑惑的声音在队伍脉中响起。宋兰峰满脸凝重之色的盯着缓步走来的飞羽，随着距离逐渐拉近，1号盾实在坐不住了，直接一个冲撞，朝着飞羽撞去，嘴里大喊：“装逼我要你飞起来！”当两人距离缩短至1米时，飞羽突然动了，黑色身形犹如鬼魅般右撤一步，左手顺势抓住盾沿，右脚猛地用力，直踹向其后颈，砰！一声闷响传出。宋兰峰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在他们眼里，飞羽就像是触发了处决动作一般，一脚便将1号教官的脊椎踢得断成了3截，哐当，盾牌滑落地面，1号教官直直地瘫在了地上。击杀玩家顿顿有肉，获得100杀戮点。1号盾狗惨死，宋兰峰刚被救起就陷入绝望。2号盾狗竟选择以命相护，直面典狱长的冲撞技能，他能挡住飞羽的攻击吗？宋兰峰又能否趁机逃脱？2号盾狗以命相搏，哈吉风、宋兰峰含泪跳河逃生。飞羽收割双杀却突然停手，不是心慈手软，而是他突然想起了一件比杀玩家更重要的事：自己打的包还没吃，典狱长竟为了一包物资放弃追杀到手的玩家，这操作直接颠覆玩家认知。宋兰峰这时才刚被2号教官救起，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就跑，而是如同挂机般待在了原地。 DM 的蟑螂地上，你 TM 的暗改小兵就算了，现在连典狱长都暗改了是吧？原本以为渡鸦处决就已经很离谱了，现在典狱长也会处决了，没得玩了呀！宋兰峰愤怒地快速打开背包，扣下枪里的17、8星弹，毫不犹豫地塞进了保险箱。这一系列动作仅在2秒内就完成了，不可谓不快。飞羽平静地看着蹲在地上扣子弹的宋兰峰，对方显然已经不打算反抗，放弃了生的希望。飞羽抬起手中的枪，指向一旁的2号教官，黑洞洞的枪口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。2号教官举起盾牌挡在了宋兰峰的面前，一道磁性的男音传入宋兰峰耳中：“兰峰。”这一次，2号教官右手举盾，随时准备发起冲撞技能。滴答，滴答。宋兰峰的血条不断降低，他沉默地看着眼前高大的身影。我会保护好所有人。轰！冲撞技能瞬间发动，盾牌携带着恐怖的动能朝着飞羽撞来。宋兰峰立刻给自己打了一针，眼里有泪水流淌。身后传来一声枪响，随后是咔嗒落地声。他没有回头，直接跳过围栏，一头扎进了水里。击杀玩家教官1131，获得100杀戮点。飞羽看着宋兰峰远去的背影，并没有继续去追，他仿佛在这道狼狈的背影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他抬起右手，试图抓向远去的宋兰峰，像是在抓某个看不见的东西。那份名为怯懦与恐惧的情感正在逐渐消失。飞羽转身朝着长廊走去，整座监狱灯光暗淡，能见度极低，但对于前世熟背监狱地图的飞羽来说，他闭着眼睛都没事。刚走到一半，飞羽突然一愣，哎，我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他打的包还没吃啊！虽然自己已经成了典狱长，但玩家们摸走的可都是他的东西啊！不行，必须得回去吃一口先。现在还不用担心玩家撤离的问题，撤离点开启可是会响警报的。他又不是真的人，大不了到时候去堵撤离点，典狱长堵撤离点，玩家睡觉的都给吓醒了。刚走过转角，便看见2个贼兮兮的白毛身影正趴在他刚刚打的包上扭来扭去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这毛我在贪肥，待会儿直接拉闸车。”正是八宝粥里的白发女性干员麦小鼠。2个玩家竟当着典狱长的面偷吃他的物资，2个麦小鼠还在美滋滋的分物资，丝毫没察觉死神已至。飞羽背手缓步走来，皮鞋声在金属地板上敲出死亡倒计时。这2个偷食的老鼠会迎来怎样的下场？麦小鼠扫描器扫遍四周，竟判定身后的典狱长是小怪。下一秒回头撞见白色灭菌，当场吓呼求饶。典狱长的压迫感直接拉满，这波 AI 同化扫描器堪称玩家噩梦。哟，老鼠八宝粥白发女性干员就麦小鼠一个，飞羽一眼便认了出来。他没有第一时间开枪，而是背起双手缓步朝前走去，皮鞋踏在金属地板上发出噔噔声响。其中一个麦小鼠突然警觉了起来，直接拿起扫描器开大。
没人，应该是小怪，安全，嘿嘿，那就继续吃，待会儿直接拉闸撤。这一类就属于典型的 AI 同化扫描器，扫人不扫人机。趴在地上的麦小鼠正准备起身，背后突然撞到了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他轻疑一声，疑惑地扭过头去，随后眼睛猛地瞪大，仿佛看见地狱般，水汪汪的眼睛有泪珠顺着脸颊滴落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一个麦小鼠吓破胆跪地求饶，另一个还想谈和解，飞宇根本不给机会。枪声响起，双杀到手的他竟从盒子里摸出了大红，这大红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飞宇开盒，竟出绝版大红，本想拿杀戮点升级，系统却突然弹出警告，这大红不仅无法升级，还会在3天后生效。更恐怖的是，蓝星所有接触过八宝粥的人都将穿越进游戏。另一只麦小鼠听到动静，目光朝着队友的方向看了过来，然而入眼便看见一张白色面具，如同死神般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能和解吗？击杀玩家蜀道难，获得100点杀戮点，我打的鲍鱼敢吃。随后上前一步，用脚勾起玩家盒子，脚掌微微用力，直接将盒盖掀开，一把半改腾龙4级套，几乎是卡着战备进的，不好吃，直接一脚踹开。这装备放之前他都不吃，更何况现在。然而另一个盒子却给他来了个惊喜，是一个久违的大红。哟吼，出货了！飞宇眼睛一亮，伸手从盒子里掏出一幅画，印象派名画。如果用杀戮点升级大红会怎么样？伸出右手按在名画上面，该物品无法升级。注意，此类物品将在3天后生效。3天后，全民穿越八宝粥，红色、金色变卖物将变非凡物品。飞宇手握印象派名画，第一反应竟是搜刮整座潮汐监狱。他能赶在穿越前守住所有变卖物吗？全民穿越消息炸懵飞宇，他却立刻开启霸总模式，一个对讲机喊来亲卫队执法官，直接下令死守监狱各个要地，直升机撤离点，破译控制台全被封锁，玩家想撤门儿都没有。无法升级，3天后会生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次没等飞宇猜想，系统直接给出了确切的答复。蓝星州任何接触过八宝粥行动的人，会在3天后穿越至八宝粥行动游戏内。届时，所有红色、金色变卖物将转化为非凡物品，获得特殊功能。什么？全民穿越啊！这是！饶是以飞宇被典狱长人设影响的情况下，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都忍不住惊呼了一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可就有的忙了，得让下面的人把潮汐监狱搜刮一遍，不然我的变卖物到时候可全部要被偷走了。飞宇拿出对讲机，调到了一个频道，执法官带着亲卫队来会议室。执法官是亲卫队的队长级人物，飞宇虽然对 BOSS 亲卫队不是很了解，但还是能叫出几个名字的。会议室里，飞宇手握400杀戮点，看着脸上的静默面容，终于决定开启第一次升级。100杀戮点花出去，这面具竟解锁了隐藏属性，防御和能力双提升。飞宇消耗100杀戮点，升级静默面容，面板数据直接炸裂。防御从5级飙升至5.2级，还解锁了静默威慑能力。尝到甜头的他，竟大胆尝试升级自己的身体。会议室内，飞宇直接坐在了首席位上，长桌两侧依次摆放着10个座位。趁着人还没来，飞宇打算先把杀戮点用用，随即便伸出右手朝着脸上的面具摸去。是否选择消耗100杀戮点升级静默面容是 LV.1， 是否是。话音落下，杀戮点余额从400来到了300，接着升级成功的提示响起，一道信息面板在飞宇面前展开，名称静默面容，等级 LV.1， 防御等级 5.2级，耐久136，能力静默。你的沉默将更具威慑力，这是权力的象征，亦是沉默的警告。这面具竟然还有能力。在前世的八宝粥里，官方可没有介绍过典狱长身上装备的能力，只描述了大致强度，全身装备为5级防御力。静默面容在升级后，从原先的5级防御力来到了5.2级，就连耐久也提升了10点。这个转化效率让飞宇比较满意。
于是下一刻，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涌现出来：我能不能升级我自己呢？飞羽伸手触碰自身，系统却突然提示系统为半成品。想要升级宿主，要么等玩家全穿越，要么消耗1000杀戮点升级系统。1000杀戮点的天价，他该如何凑齐？8名亲卫队整齐入席，飞羽直接掏出天价印象派名画，交给执法官保管。随后下达铁血命令，守撤离点，控制台，侵入经者，潮汐监狱全面戒严，玩家插翅难飞。他抬起手看了看，强健的肌肉没有健美那么夸张，但也属于放特种兵里一看就比较能打的那种。没有多想，飞羽直接用左手按住右手手臂。随后一道提示音在脑海里响起，该系统目前为半成品，需等待玩家全部降临至游戏世界才可升级宿主，或者您可以选择先提前升级本系统。是否选择消耗1000杀戮点升级系统？好消息，系统可以升级我；坏消息，要先升级系统，变着法子找我要杀戮点啊！飞羽双手抵住下巴，不停地思索着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便响起敲门声。会议室大门被打开，8名亲卫队成员整齐地走了进来。入座。是。飞羽再次开启沉稳磁性男音，演起了自己的人设。执法官，这个由你暂时保管。飞羽从桌子底下拿出世界名画，递给了执法官。后者双手接过，一脸郑重。这东西他认识，曾经在某个拍卖场拍出了几百万哈弗币的天价。执法官领命，带着亲卫队分头行动。直升机撤离点被执法官亲自镇守，玩家徐秋用无人机探查后当场傻眼，典狱长的操作竟让玩家们的撤离计划彻底泡汤。玩家徐秋探查撤离点，竟撞见执法官，队友鸟兽兽却根本不信，还集结9人小队硬刚典狱长，3个盾狗6个输出，仗着人数优势想围杀飞羽。这波操作纯属自寻死路，把它放在足够安全的地方。你带着2个人去直升机撤离点守着，再挑2个人去把守破译控制台，不要让其余人接近。其余3人分成2队，去水动力渠和牢房，一旦有人靠近，直接就地格杀。是。8名亲卫队成员同时起立，执法官领着几人开始执行命令。不错，这一下应该就没人能逃出去了。飞羽欣慰地看着8名得力干将，感慨道：这样才是特种兵该有的样子啊！突然有点想念我的神人队友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牢房区域的走廊内，头顶的灯光忽闪忽暗，两侧是2层建筑结构的囚犯房间。不行，直升机那边被小兵守了。徐秋来到乌鲁鲁队友身边，眉头紧皱，他玩的是鸟人，作为侦察类型的干员，技能无人机是可以探查周围情况的。刚刚就是用无人机飞到了监狱外部，看到直升机降落平台上蹲着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身形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执法官。鸟兽兽仗着9人小队有恃无恐，还让队友去引典狱长出来。殊不知飞羽早已在会议室等候，甚至还接下了猎鸭人任务。这场猫鼠游戏早已是飞羽的主场。张解玩家接下猎鸭人任务，推门竟见典狱长孤身一人，亲卫队离奇消失。玩家们竟以为是游戏卡 bug， 殊不知这是飞羽故意设下的陷阱，就等他们自投罗网。听着徐秋的汇报，鸟兽兽明显不信，怎么可能？难不成执法官还会做滑索堵撤离点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就算他真的在那儿又怎样？我们9个人在这里蹲典狱长，岂不是不用面对那些亲卫队了？徐秋看了眼蹲在2楼的几个鸟兽兽，以及潜伏在1楼遮掩物后方的3名盾狗玩家，心里顿时有了底。没办法，渡鸦被关进去了，没法利用，他们玩家只好自己硬刚典狱长。不过有着人数的优势，别说9个人了，就算是3个鸟兽兽，在正常情况下也能用技能烧死典狱长。我队友已经接任务了，正在往这边引。3分钟前，会议室内，飞羽目送8位亲卫队成员走出会议室大门，顺带将门关上。接下来只需要等待玩家接任务了。猎鸭人行动啊！这次将由我主导。飞羽靠在椅背上感慨了一会儿。此刻，一名棕色头发的张姐玩家刚刚来到此地，伸手便接取了任务。飞羽化身假 AI，
按照官方路线走向牢房区，身后张姐玩家紧追不舍。9名玩家早已在牢房区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典狱长入瓮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猎杀才刚刚开始。飞宇一路闲庭信步走入牢房区，突然触发监狱广播，女性播报声炸响整座监狱。典狱长亲自指挥肃清入侵者，这从未出现过的语音让玩家们瞬间慌了神。猎鸭行动不，猎鼠行动开始！飞宇脑海闪过这个念头，起身便朝着门口走去。典狱长要出来了，让盾都准备好。张姐在队伍麦里提醒了一声，随后就看见飞宇推门从会议室内部走出，双手负在身后，一身立领风衣展露锋芒，脸上的静默面容如同死神的垂怜。就是亲卫队呢？张姐疑惑地将头伸进会议室看了眼，里面并没有刷亲卫队，卡 bug 了吗？正常情况下，典狱长出场都是会在自己周围刷新8个亲卫队的，但这一次却没有。别管了，那8个亲卫队刷在了撤离点，应该是卡 bug 了。队伍麦里传来了徐秋的声音，张姐也没太过纠结，因为典狱长这时都已经走远了。哎，等等我啊！飞宇走出会议室后，并没有理会张姐，而是专门装成 AI， 准备给那群玩家来个惊喜。他拿出对讲机，对着录音口说了些什么，随后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前行。飞宇嘴角咧开，面具下的双眼闪过狡黠之色。他按照八宝粥官方规划的路线，一路来到了东侧入口，抬眸望了眼远处探头观察的盾狗。飞宇脸上一直挂着微笑，多么熟悉的场景啊！之前都是他和队友蹲典狱长的，现在他既是典狱长。飞宇背起双手，闲庭信步地走入牢房区，仿佛在逛自己的后花园般散漫，丝毫没有在意周围潜伏着的玩家。突然，监狱上方传来一阵响动，随后是一个女性声音传出：典狱长阁下将亲自指挥安保部门平息暴动，肃清 GTA 潜入者，请所有工作人员注意配合行动。徐秋和鸟兽手从未听过这段广播，直呼打到彩蛋局，急忙让盾狗吸引仇恨。可他们不知道，飞宇的杀招远不止于此。牢房区的顶部正藏着致命杀机。飞宇一声令下，牢房区顶部突然降下8台重机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所有玩家，子弹如暴雨倾泻，6套防御形同虚设，9人小队瞬间被打成筛子。这波火力覆盖直接封神。徐秋眉头紧锁，对着身旁的乌鲁鲁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之前有这段语音吗？”“有个蛋啊，我们打到彩蛋局了，先别管了。”盾狗准备吸引仇恨。3名教官玩家蹲在掩体后方，压下刚刚被广播带来的紧张，对准飞宇的方向，时刻准备发动冲撞技能。飞宇步伐沉稳地移步到牢房区域中央，腰间横着一把M12，但他并不打算掏出这把武器。刚刚的广播是他特意安排的，现在前戏已经做足，可以开始表演了。GTI， 欢迎来到潮汐监狱。话音落下，飞宇拿起对讲机，在众人警惕的目光下，说出了一句令他们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的话：“启用火力覆盖装置，瞄准入侵者，清空弹夹。”下一秒，牢房区的顶部降下来了8台重机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除盾狗之外的所有玩家。6名玩家瞬间殒命，600杀戮点轻松入账，只剩下3名盾狗瑟缩在天花板下，连抬头都不敢。飞宇缓步走向他们，手中M12已经上膛，这3个盾狗还能撑多久？3名盾狗走投无路，竟发动冲撞技能拼死反抗。飞宇当场秀出枪斗术，腰腹发力带动枪口，侧面瞬杀2名盾狗。最后1名盾狗的操作却让飞宇直呼可惜。徐秋见状，瞳孔猛地一缩，身体本能地控制着角色朝牢房内部跑去。速！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将6名玩家打成了筛子。徐秋血量几乎瞬间清零，6套的防御在此刻形如虚设。击杀玩家鸟鲁鲁喜欢噜噜，获得100杀戮点；击杀玩家徐秋日内瓦，获得100杀戮点；击杀玩家600杀戮点进账。飞宇环视了一圈周围，只剩下3只教官瑟缩在1楼的天花板下，上方的机枪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场景，但飞宇可不会等他们缓过来再动手。他扭过头看向3名挤在一起的盾狗，缓步朝前走去。我的监狱里只有尸体可以离开。按12抬起，瞄准，扣下扳机，速！3名教官见没能甩掉典狱长的仇恨，旋即直接发动冲撞技能，
最后一名盾狗竟把9个大红塞进保险箱，随后谢顿高呼我什么都不缺了，飞羽一枪将其击杀，却错失大红。正懊恼时，一枚 WM 子弹突然擦过他的面具，还有玩家没死。飞羽刚团灭9人小队，竟被 WM 7级弹偷袭，静默面容耐久骤降，偷袭者竟是架劫 WM 的麦小鼠，还有威龙玩家配合绕后，这对玩家组合竟让飞羽首次陷入被动。飞羽侧跳拉开距离，接着腰身一摆，枪口被腰部力量带动，从侧面射杀了2只教官。小子，枪斗术。剩下1只教官则是以极快的速度摸向队友背包，从内掏出了一个9格大红塞进自己的保险箱。随后飞羽就看见这人卸掉了盾牌，双手张开高呼我已经什么都不缺了，速击杀玩家8宝州第1神入，获得100杀戮点。靠，我的大红！飞羽眉头皱起，朝着这人的盒子踢了2脚。可惜了，在场的9名玩家无人生还，之前杀了4人，逃了1个女一，一共是14人，再加上路上遇见的3个盒子，现在已经有了17人。而潮汐监狱一把刷的人数在19至21人，也就是说还有一队。轰！枪声突然响起，一枚子弹斜着擦过了飞羽的面具。静默面容耐久136分之107是 AWM 大人。飞羽内心忽然闪过这个念头，尽管他现在已经不惧 AWM 的7级弹，但他可不会站着让别人打。飞羽一个翻滚躲进掩体，威龙玩家竟从头顶飞过，丢下2枚粘性西4。生死瞬间，飞羽竟抬手射爆西4，随后直冲威龙落地处，近身肉搏一触即发。浩宇玩家掏出 M7 想射击，飞羽竟徒手锤爆枪管，一拳轰碎6甲防御，单手捏爆对方心脏。这波真人般的操作竟出现在游戏里，正在直播的杨奇国直播间直接炸了。飞羽一个翻滚冲向最近的掩体，准备反打。轰！第2发子弹打在了飞羽刚刚站立的位置，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3厘米深的小坑。2楼一间牢房的床铺上，威士戴尔皮肤的麦小鼠架起了 AWM， 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见2发未中，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。没杀死，老杨上去踢脸。得令，队伍麦里传出回应，随后喷气声响起。浩宇从2楼一跃从飞羽头顶飞过，顺手丢下了2枚粘性 C4。飞羽面色一惊，举枪射爆了空中的 C4， 随后双腿力量瞬间爆发，冲向浩宇落地的方向。不好，这 BOSS 真的有问题！被称作老杨的浩宇心中警铃大作，掏出 M7 就要射击，但飞羽更快，矮身躲过激光雷射，一击侧拳将 M7 的枪管直接锤爆。还没等老杨反应，一股巨力从胸腔传来，6甲防御归零，血量瞬间清空。飞羽捏着跳动的心脏，冰冷话语响彻牢房区。杨奇国的游戏界面显示撤离失败，直播间弹幕刷屏质疑官方暗改，杨奇国却谎称是官方真人测试，真相真的如此吗？杨奇国直播间观众直呼典狱长是真人操控，细节动作完全不像 AI。飞羽却根本不在意外界议论，反手顺着镭射光线一枪瞄准2楼的麦小鼠。AWM 玩家的末日来了！飞羽手里捏着还在不断跳动的心脏，股股鲜血从指缝间淌出，一道冰冷的声音紧接着在空旷的楼宇间回响。我说过，在潮汐监狱里只有尸体可以离开。扑通！杨奇国的游戏界面显示撤离失败，甚至连救都救不了。他是一名22岁游戏区 UP 主，1年前和8宝州官方签了约，现在的他正在直播。而此时直播间也因着冲击感极强的一幕震惊到了，弹幕栏直接开始刷屏。我靠，这尼玛还是人玩的吗？啊！琳琅天下是嫌监狱在线人数太多了吗？典狱长这样加强，就是啊 ，C4 都能打爆了，浩宇玩家还玩个蛋啊！琳琅天下，出来领死！白色荧光打在杨奇国那严肃的脸上，他靠着椅背，视线在刷屏的弹幕上扫过，他酝酿了一会儿，随后语气变得轻松起来。家人们，这是琳琅天下给我们这些签约主播的考验。那个党狱长其实是官方内部找真人控制的。你们打监狱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遇到这种 BOSS。哎，不说了，先去看看白勺吧。
飞宇将一个心脏朝镭射方向丢去，引诱麦小鼠开枪，随后抓住时机一枪爆头。虽被武鸡头挡下，但补枪瞬间完成，麦小鼠殒命。潮汐监狱竟还剩最后一名玩家，麦小鼠被击杀，最后一名玩家终于现身。黄金玫瑰皮肤的苏醒白勺竟是八宝粥苏醒排行榜前10的大神，他一眼识破飞宇不是 AI， 当面发出灵魂质问。杨齐国叹了口气，移动鼠标点开了好友白勺的对局观战。随后电脑画面一转，一张静默的白色面具显示在观众面前。你别说，这看着还真有点像真人操控的，有些细节动作都不一样。没人感觉他沉默的时候压迫感很强吗？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楼上的其实不沉默，压迫感也很强。牢房区，飞宇弯腰从杨七国的盒子里掏出一把蛮改的 M7， 立在一旁。待会儿再吃吧，还剩2只老鼠呢。背靠遮掩物，飞宇瞥向旁边一道不停扫视的红色镭射光线，还敢开着镭射，真把我当 AI 了。他好笑地摇了摇头，随后将右手的 Ash12反握，食指扣住扳机，左手则掏出一颗热乎的心脏朝外丢去。轰！枪声炸响，一发威力惊人的7级弹穿透心脏，维什戴尔瞳孔一缩，下一刻就看见一根枪管探出障碍物，顺着镭射光线的方向瞄准了他。嗖！子弹从枪管内飞出，精准地打在了维什戴尔的头部，却因武器头的防御而没能一枪杀死。不好！嗖！麦小鼠脑海里刚闪过这个念头，血量便瞬间归零，燃尽地倒在床铺上，无人在意。这家伙真的是 AI 吗？与其坐在电竞桌前气得给桌子来了一拳，脸颊上泛起明显的红晕，他红温了。嘿嘿，别慌，这不还剩白勺没死吗？杨齐国犯贱的声音在队伍麦里响起，与其眼睛一横，但也没说什么。他将画面调到观战界面，开始观战。此刻，飞宇在看见100杀戮点的进账提示后，便放下心来。这下没 AWM 支架了 ，AWM 大人还是会给他带来些许压力的，毕竟以前被这玩意儿打怕了。不过飞宇有些小看了他高出玩家8倍的血量了。如果正面中1、2发7级弹，他还不至于就这样直接死掉。四下逐渐安静下来，飞宇这时突然暴起，抬起 AH12 瞄向一处角落，一道金色身影从阴影下走出，正是黄金玫瑰皮肤的苏醒。他正了正自己的骷髅面具，面具之下是一副透露着杀意的双眼。小白上了，小白 A 上去了。杨齐国在队伍麦里激动地大喊，直播间弹幕也跟着一起翻涌了起来。白勺来到飞宇面前，见飞宇没有第一时间开枪射击，心里的猜测变成了肯定。你不是 AI 对吧？白勺接连质问飞宇是不是官方成员，飞宇却掏出刻着天下第一孬的名牌，还警告白勺3天后再见面。随后态度骤变，直接下令让白勺离开监狱。这背后藏着什么隐情？白勺见飞宇态度突变，竟直接开启大招黄金玫瑰，金色玫瑰妖异绽放，眼看就要命中飞宇，飞宇却一枪打断大招，玫瑰染血，白勺瞬间殒命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？飞宇双手摊开，眼里透露出戏谑之色，这是典狱长绝对不会露出的眼神。你是琳琅天下的官方成员吗？白勺再次开口询问，但这次飞宇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拿出一个名牌，上面刻着天下第一孬5个字。3天后我们会再次见面的，现在请你离开监狱。飞宇目光泛冷，态度急转直下。白勺见状身形一颤，手里多出一朵金色玫瑰，妖异无比。哗，砰，一发子弹瞬间透过金色面具，中断了白勺的大招。玫瑰无声掉落，滴滴鲜血顺着面具流下，洒在了玫瑰之上，染红了最后的璀璨。飞宇上前弯腰将其拾起，随后沉默地站在那里，头顶的灯光散发昏黄的光晕，将他半张痛苦的面容展示在光线之下。飞宇本想提醒白勺全民穿越的消息，脑海里的脑机却突然散发高温，阻止他透露秘密。这脑机竟和哈福克总裁有关，全民穿越的真相难道藏在总裁身上？
飞宇发现脑机竟限制自己透露穿越秘密，杀意瞬间拉满，当即联系执法官打扫现场，自己则带着满改 M7回到会议室，看着账上1500杀戮点，终于决定升级系统。他其实是想提醒一下对方关于穿越的事情的，毕竟如果玩家在穿越8宝粥后很快死亡，那他的杀戮点不就溜跑了吗？但奇怪的是，每当他想要提醒白勺他们的时候，脑子内安装的脑机就会开始散发出恐怖的高温。飞宇按了按太阳穴，那里有着明显的手术痕迹。难道全民穿越这件事和总裁有关？众所周知，典狱长、老太的脑机都是由来源于哈夫克总裁，但这些和现在的他没多大关系。飞宇只需要考虑自己就行了。他拿出对讲机，调到执法官私人频道，回来打扫现场。留下一句话后，飞宇直接将满改 M7 拿起，背着自己的 H12回到了会议室。会议室内，飞宇推开房门进入其中，将枪械抵在一旁的墙壁上，自己则坐在了首位。系统升级系统，飞宇看着账上的1500杀戮点，迫不及待地开始消费。1000杀戮点瞬间扣除，系统开始升级。加载条缓缓推进，飞宇的身体即将迎来全面改造。升级后的系统会给出怎样的逆天面板？系统升级完成，飞宇的个人面板直接炸裂，格斗枪斗术全是精锐级，枪械精通更是特种级，综合实力评估精锐中的特种级，这实力直接碾压所有玩家。是否选择消耗1000杀戮点升级系统？是，否？是。随着话音落下，飞宇脑海里浮现出道数据信息，一个加载条出现，缓缓推进了进度。他则跟个机器人一样撑着下巴，静静地等待着进度条的加载。叮，系统升级完成。飞宇抬起手臂，开始像上一次那样触碰自己的身体。下一刻，一道极为简略的红色面板出现在眼前，名称：飞宇，能力：格斗精通，精锐级，枪械精通，特种级，枪斗术，精锐级，神经感知，精锐级，承载物，脑机，精锐级，身体素质及反射神经得到全方位提升，能力得到大幅度增强，能力得到大幅度增强，综合实力评估精锐中的特种级。看到这里，飞宇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典狱长的面板确实超标啊！随后1000杀戮点开始发力，面板内容一转，给出了详细的介绍。8宝咒行动中，等级划分为新兵级、标准级、精锐级、特种级、巅峰级。具体是为一位精锐级可徒手对付一名使用精锐制式装备的标准级，精锐级竟能手撕4级套加大改枪的标准级。飞宇看着自己的面板陷入沉思，正准备升级能力，系统却突然提示检测到黄金玫瑰，可消耗500杀戮点承载，他会答应吗？飞宇毫不犹豫消耗500杀戮点承载黄金玫瑰，手中玫瑰化作星光，在右手手背形成黄金玫瑰纹身，这枚纹身竟藏着逆天增幅能力。精锐制式券可以提供4级套，外加一把大改枪，不可谓不丰厚。而精锐级则能手撕穿着精锐制式装备的标准级。难道我真的是超人？飞宇看着综合评价里精锐级中的特种级，陷入了沉思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升级。手指正准备戳向能力那一栏时，一道念头突然在脑海中闪过：检测到附近存在承载物，是否选择消耗500杀戮点承载黄金玫瑰？是，否？承载。飞宇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确定。旋即，手中的玫瑰化作点点星光，汇聚到了飞宇右手的手背上，形成了一个黄金玫瑰的纹身，看着还挺带感的。飞宇中肯地评价道。执法官带着8名亲卫队回到会议室，竟缴获了3个金色变卖物和大量枪械。飞宇却根本不在意这些，他的目光早已投向了监狱深处的渡鸦。一山容不得2虎，渡鸦必须死。飞宇决心斩杀渡鸦，
却发现渡鸦的4名亲卫队竟是锤神，实力堪比渡鸦，甚至能锤死典狱长，硬刚肯定打不过。飞羽竟想出一条毒计，要逐个击破。没过多久，外面传来了整齐划一的脚步声，敲门声响起，执法官推门而入，8个人手里各自抱着2个盒子。报告看守长，共缴获3个金色变卖物、若干紫色变卖物以及23把枪械。执法官向飞羽汇报了本次收获，后者沉默地听着。这些并不是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事情，他现在在想如何弄死渡鸦。毕竟一山容不得2虎，典狱长不杀渡鸦是因为秩序高于一切的极端思想，而飞羽不一样，他是真的想弄死渡鸦。毕竟这玩意儿放在那儿始终是个威胁，以他现在的实力和渡鸦1v1其实并不虚，但他身边的4名亲卫队可就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了。那4个亲卫队是真的能锤死典狱长的。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？监狱里最强的人当典狱长，牢房里没抢到锤子的人当渡鸦。这4个锤神亲卫队可丝毫不比渡鸦弱，看来得采取特殊方法啦。飞羽左手撑着侧脸，右手把玩着黄金玫瑰纹身，脑海里已经有了计划。他要先将渡鸦的4名亲卫队单独押出，一个个处决。没有了锤神护驾，渡鸦就是待宰羔羊。飞羽随便找了个触犯秩序的罪名，直接下令处决渡鸦亲卫队队员，一枪爆头，竟意外发现杀人机也能获得杀戮点。这下刷杀戮点的路子彻底打开了。飞羽左手撑着侧脸，右手浮现出一朵金色玫瑰，细细把玩着。执法官8人看着飞羽，并没有开口说话，而外界此时正因飞羽的出现而掀起惊涛骇浪。自从杨齐国3人的直播结束后，1万多位观众，有不少人都录了像，1传10，10传100。现在几乎全八宝州1半的玩家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此时八宝州官方账号下面也陆续出现了各种讨论声。那个典狱长肯定是琳琅天下内部搞的，日内瓦退钱。楼上的官方不是说最近在更新什么重生系统吗？说是能重生成地图里的小怪。那个典狱长有没有可能就是官方人员的内部测试？唉，你别说，真有可能啊！官方老早之前就发这个消息了。某处电竞房内，杨齐国、雨琦、白芍3人围坐在一个茶几旁，2男1女互相对视着。杨齐国率先开口，他语气少见的严肃了起来，对着2人说道：“我问过官方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预料之内。”白芍淡淡的回道：“雨琦可坐不住了，那个典狱长说过，我们3天后会再次见面。”会议室内，飞羽眯起眼睛假寐了一会儿。没过多久，一位身材健硕的囚犯被带到了飞羽面前，执法官和2名亲卫队成员押送，这人根本无法反抗分毫。典狱长大人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应该没犯什么事吧？囚犯声音浑厚有力，没有半点对飞羽的恭敬。哼，诛心者行动马上就要筹备好了，那一刻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杀了你。囚犯内心暗自得瑟，但飞羽的下一句话则是让他脸上的笑容僵住。你触犯了秩序，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话语简短，但却宣判了这人的命运。囚犯刚想冲上去夺枪，便被飞羽一枪爆头带走。击杀特殊单位渡鸦亲卫队队员，获得100杀戮点。哦，杀人机竟然也给杀戮点？飞羽意外地挑了挑眉，这可就有的玩了。杀人机也能拿杀戮点？飞羽大喜过望，当即下令押来372号囚犯，这正是渡鸦4名亲卫队的编号。一场针对锤神的猎杀正式开始。飞羽接连处决渡鸦的4名锤神亲卫队，4发子弹4条人命。会议室门口血流成河，执法官直接将尸体拖去动力中心火化。渡鸦的最后一道屏障彻底消失，把372号囚犯押过来。他看了眼手里的名单，上面正是4个亲卫队成员的编号。没错，他要把这4个锤神单独押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杀。这样等到正式向渡鸦发起挑战时，对方将要单独面对飞羽以及8名典狱长亲卫队队员。3分钟后，会议室的门口躺着4具尸体，鲜血染红了囚服。
执法官上前将这4具尸体带到动力中心区域，直接给火化了。下一步就是执行真正的猎鸭人行动。他缓缓站起身，两侧的8位亲卫队见状，先一步起立站直，跟随在飞宇的身后为其护航。穿过幽暗的走廊，飞宇来到了监狱广播室，调试了下设备后，他注视着下方的监狱场地。飞宇站在广播室，准备向整座潮汐监狱宣布肃清渡鸦的命令。他的声音将化作死亡号角，渡鸦的暴动即将被彻底镇压。飞宇的威严嗓音响彻潮汐监狱，下令集结狱卒肃清渡鸦势力，怒斥渡鸦是阿萨拉的蛆虫，更放出重赏，谁能弄死渡鸦，潮汐监狱必有后代。随后一道威严沉稳的声音回荡在整座潮汐监狱，敲响了监狱内真正的战斗。集结狱卒，准备肃清渡鸦势力。这群阿萨拉的蛆虫已无可救药，立即肃清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阿萨拉不容许有这种2面3刀的家伙。如果有人能在弄脏我的手之前，让那只聒噪的渡鸦永远沉默，潮汐监狱必有重赏。飞宇突然顿住，看向右手手背上的金色玫瑰，双眼微眯。这是一个巩固监狱秩序，让自己真正成为监狱掌控者，甚至可以以其为证来指控 GTA 的底牌。飞宇让执法官拿出相机录像，他要对着镜头向 GTA 发出灵魂质问，揭露 GTA 的真面目。这场录像将成为他掌控潮汐监狱的关键。飞宇对着镜头怒怼 GTA， 发出灵魂3问：和平在哪？秩序在哪？正义在哪？细数 GTA 的罪状：赶尽杀绝吹哨人，炸毁大坝，让尖塔坍塌，字字诛心。执法官，你来录像。执法官上前从飞宇手中接过一个相机，虽然不明白自家看守长的意思，但仍然照做。镜头里录着飞宇的背影，一身黑色风衣，昏暗的灯光，威严自发而成。飞宇将双手抵在桌面两侧，俯身凑近麦克风，用最为真切庄严的语气高声道：现在说说另一件事，刚才 GTI 派干员擅自入侵我们的土地，还宣称要为他们伸张正义，关停潮汐监狱。我想先请 GTI 回答我，当哈弗克收留我这名吹哨人时，是谁打着惩判之名赶尽杀绝？飞宇按照原著情节的顺序接着说道：当哈弗克修建大坝，消灭旱涝，点亮黑暗时，是谁让大坝屡屡决堤？当哈弗克投资航天重振阿萨拉经济时，又是谁让尖塔坍塌，天网陨落，让山火燃遍阿萨拉？他将麦克风扯下，拿在手里，缓步走向关押渡鸦的特殊牢笼。执法官紧随其后，将镜头对准飞宇，后者则对着镜头发出了灵魂3问：和平在哪儿？秩序在哪儿？正义又在哪儿？回答我！飞宇怒斥 GTA 为了一己之私，让阿萨拉战火遍地，当场宣布渡鸦的死期已到，明天就是 GTA 的末日。话音刚落，监狱警报突然响起，渡鸦竟要暴动。渡鸦听闻飞宇的宣言，直接集结人手准备暴动。监狱警报拉响，女音播报暴动者可当场处决。飞宇二话不说，一枪打碎关押渡鸦的红色玻璃，正面硬刚。开始。没错， GTI 宁可让阿萨拉战火遍地，也要摧毁我们的伟业。阿萨拉不能失去潮汐监狱，新世界不能没有钢铁秩序，群星必须回归轨道，罪恶必须接受审判。今天是他渡鸦的死期，明天就是你 GTA 的末日。一处大型牢房内，四面是特殊材料构建的红色玻璃，里面只关押了一个犯人。他坐在那儿，半只脸镶嵌着金属面具，身形高大粗犷，宛若一头择人而噬的狮子。此时监狱上方突然传出警报声，一个女性声音开始播报：警告，渡鸦正在集结大量同伴准备暴动，所有安保单位立即就位，暴动者可当场处决，暴动者可当场处决。轰！一发子弹毫无征兆地朝他射来，一枪便打碎了面前的红色玻璃。渡鸦微微一惊，立即警惕地注视前方着。渡鸦被突如其来的一枪打懵，闪躲不及，又中一枪，
左肩胛骨被击中，痛苦哀嚎，跪倒在地。他怒吼飞羽破坏秩序，却发现自己的4名亲卫队竟不见踪影。渡鸦发现亲卫队消失，当场暴怒，直呼飞羽疯子。飞羽缓缓欠身，道出典狱长真名格赫罗斯。渡鸦听到这个名字，眼神瞬间变得凶狠无比。这家伙又在发什么疯？他刚闪过这个念头，下一发子弹便接踵而至。渡鸦闪躲不及，被一枪命中了左肩胛骨。你个疯子！渡鸦痛苦的哀嚎，跪倒在地，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他的刑期还没到呢，这是玩哪出？这家伙不是最遵守他那狗屁秩序吗？今天是吃错了什么药？渡鸦朝着声音的来源怒吼，四下张望，没有看见那熟悉的4道身影。别找了，他们在下面等你。格赫罗斯，你要破坏你一手建立的秩序吗？渡鸦没见到自己的亲卫队的身影，语气变得更加愤怒，凶狠的双眸几乎要喷出火来。格赫罗斯吗？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呼了。飞羽心中暗想，格赫罗斯是典狱长的真名，但一般敢喊这个名字的，要么是不怕死的玩家，要么就是渡鸦这一类人。飞羽卸下 AWM 交给亲卫队，背手缓步走向渡鸦，扬言自己就是秩序本身。渡鸦状似癫狂大笑，随后突然出手，一拳直逼飞羽下颚，近身死斗，一触即发。渡鸦一拳快如闪电，飞羽仅后撤半步便轻松躲过，还一脚将渡鸦踹飞。渡鸦竟还嘴硬，嘲讽飞羽玩枪的敢近身，下一秒就被飞羽的操作狠狠打脸。飞羽的身影缓缓出现在走廊尽头，这里是一间环形的高塔类建筑，中间只有一间红色玻璃围起的牢房，而渡鸦此刻就站在红色玻璃面前。虽然他孤身一人，但依旧是站起身来，朝着飞羽一瘸一拐地走来。我一手建立的秩序，从未被我毁灭。飞羽卸掉 LWM， 将其交给一旁跟随的亲卫队，随后背起双手，缓步朝着渡鸦走去。你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诛心者行动，在我面前早已千疮百孔。在潮汐监狱里，我即是秩序本身。话音沉稳，语气平静，落在渡鸦耳里，却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块巨石。渡鸦状似癫狂地大笑起来，飞羽并没有在意，而是踱步来到了渡鸦面前。两人没有其他多余的废话，渡鸦抢先一步出手，眼神中迸发出的杀意丝毫不加掩饰，拳头快如闪电朝着飞羽下颚打来，后者微微后撤半步，抬起右脚将其踹飞出去。渡鸦硬接下来，但没有受到实质伤害。你一个玩枪的，想和我近身？飞羽右手翻出金色玫瑰，将其抵在胸前捏碎，口中喊出花来，瞬间浑身泛起微光，玫瑰丛在周身绽放，黄金玫瑰的逆天增幅正式开启。飞羽激活黄金玫瑰，身体机能和反应力大幅提升，综合实力飙升至特种级。渡鸦见状冲上前想先下手为强，却被飞羽一拳轰碎手骨，惨叫连连。然而下一刻他的笑声却戛然而止，只见飞羽右手一翻，一朵金色玫瑰被他握在手心，随后他就见飞羽将这朵夺人心魄的玫瑰花抵在胸前，左手覆盖住捏碎，花来，嗡，瞬间飞羽浑身开始泛起微光，玫瑰落地，在他方圆3米内的地面开出玫瑰花丛，似梦似幻。渡鸦瞬间警铃大作，快速向着飞羽冲去，打算先下手为强。